普通人第6次翻身的国運来了，没錯，就是今年2026年。这个视頻可能說的有點長，但是就算你在上廁所在拉屎，我都建議你把它一定要認真的去聽完，因為它關乎你未來10年你的錢包是鼓還是癟，非常的關鍵。你看海南封關以後，你會發現不管你身邊是這種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或者說你身邊的過億的大佬，再或者說互聯網上很多創業的博主，大家都在討論一個事情，就是2026年就是極有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留給普通人翻身的第6次，也是很有可能最後一次翻身的一個窗口期，記住是最後一次。那麼我就用大白話講的大家都能夠聽懂聽清楚一下，未來2026年普通人的出路在哪裡。為什麼我說這很有可能是普通人翻身的最後的一次窗口期呢？其實很多人都在跟我鑽這個牛角尖，一定會說啊，覺得賺錢的都是靠埋頭苦幹，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拼命加班熬夜。說實話，有這個想法的朋友真的想得太淺了。你回頭看一看哈，咱這邊40多年的一個商業路的一個周期，你會發現，只要你認真看，你就會發現一個規律，就是每隔6、7年經濟就會重新來一次大洗牌、大換血、大重構，每次都有一個這種的變化的時候，都會有90%的人看不懂這個趨勢，然後呢，不敢邁出第一步的人，就是被遠遠的甩在了這種敢邁出人的身後。反而呢，你看剩下的10%敢闖、敢抓、敢幹、敢拼的這一部分有機會的人，他賺的是盆滿缽滿的。你別不信這個邪哈，我就把前5次一次一次的掰開，咱就揉碎了，我講給你，你聽完之後你就知道自己這些年到底錯過了多少的機會啊，或者說錯過了多少次自己翻身的一個機會和窗口。回想一下，我們第1次的窗口期是1978年，這個時候我把它稱之為叫做膽量紅利。為什麼這樣講？你看那個時候的大環境是什麼？你可以去查一下，大家都在糾結各種的條條框框，很多人都是守着眼前的安定和穩定，不敢逾越這個雷池，也不敢向前一步，怕被雷劈着。但是呢，那些被生活逼得無奈沒有退路的人，他們就天生膽子大的這一部分人，他們去幹什麼？已經在偷偷摸摸的我去擺個攤兒，我去賺點錢。那個年代是沒有什麼營銷技術，沒有什麼流量思維，也沒有什麼引流和拍視頻。只要你敢把東西擺出去，那麼你就不愁把東西賣不出去。哪怕是你去賣點瓜果蔬菜啊、針頭啊、線腦，敢幹，那個時候都當成了人人都羨慕的那種萬元戶。那個時候叫萬元戶啊，說白了就是這波機會，啥都不用拼，啥都不用幹，就一個字兒：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就這一句話。說的就是這個時候這個時期。咱再看第2次這個窗口期，1984年，這個時候是產能的紅利啊，鄉鎮企業已經開始遍地開花了。這種企業那個時候成立的人呢，還在牢記3個字，叫做鐵飯碗。這個鐵飯碗可是當成了一個寶貝哈，覺得自己進了工廠那就是一輩子的保障，端着這個鐵飯碗就是高高在上，高人一等，都是這個思想。但是呢，你看農村那些就是有腦子的人，他不想一輩子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就是這種種地的這部分人，他就早就的做起了一些那種小作坊啊，做鞋子、縫扣子、釀汽水，啥能賣就去做啥。那個時候根本就沒人談什麼我要品牌，我要談質量。那個時候是只要你能夠造得出來，那就有人搶着買。小作坊呢，它就是妥妥的一個印鈔機呀。就這樣的，這一波就造就了很大一批的這種草根的老闆，實打實的靠做產品賺了很多大錢。合理的就是這種的紅利，它的核心只有一個，就只要你敢造，那就不愁賣。那咱再看這個第3次的窗口期，第3次的話是1992年，這個時候叫做體制外的紅利。這一年可是一個關鍵的一個時期哈，南方的談話就定了這個市場的經濟的一個方向和一個命脈。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一波92派啊，這一部分人呢，就是一大批的人在體制內裡的、報社裡的，或者說大學裡的，就正規軍嘛。這些天天看報喝茶的這一部分精英，突然就一拍桌子啊，一拍即合，扔掉自己的鐵飯碗，果斷的下海經商。那個時候啊，身邊的人都覺得他們瘋了，這麼好的鐵飯碗，穩穩的皇糧啊都不吃了啊！你沒去當一個沒人瞧得起的這種個體戶，非常看不起。結果呢，房地產開始崛起，金融市場就開始變得熱鬧。
這批人靠着自己的認知和自己在这個裡邊的人脈和資源，狠狠的賺了一大筆，瞬間和普通人拉開了天壤之別的差距。你20年、30年你都可能追不上他的那個時候的黃金時期和他的財富。這一波紅利拼的就是敢於跳出舒適區，抓住這一波時代的風口的一部分的機遇，所以說造就了這一批的人。你再看第4次。第4次是1998年，離咱們就比較近了哈。這一次是信息紅利，互聯網開始真正的冒頭萌芽了，就是剛開始出現。那如果說前幾次你沒什麼印象，這次你絕对知道，馬雲當年在北京推銷這個行業的時候，被人當出了騙子趕出了門。你絕对知道有人在你的身邊開了網店然後呢，你以為賺不到錢，也不知道這個東西怎麼幹。那個時候一台電腦都需要1-2萬大家肯定聽說過就是頂得上普通家庭1年的收入，就一台電腦的價格，誰家能有台電腦？那個時候絕對是一個稀罕事絕大多數人把互聯網都覺得看互聯網就跟看外星人一樣，看外星文化，覺得這玩意兒都虛無縹緲的東西，看不見摸不着，根本就不可能賺到錢，都是這種思想。但是那些你看泡在網吧裡邊熬夜寫代碼的，再就是那些就是做程序的，他敢於相信一根網線可以連接全世界人的命脈和信息。後來呢，就出了這種 BAT 這些互聯網的一些巨頭。現在的咱们生活就是完全被他們去掌控着的，就是這些人。這波紅利拼的是什麼？拼的是對於眼前這些新鮮事物的敢相信、敢嘗試就能吃到肉。這一波拼的是這個。你再看咱這邊第5次的窗口期。第5次的窗口期呢，就是2012年，離咱們更近了，就是移動互聯網加雙創的紅利。说實話，這一波很多人就是純靠運氣踩上了這個運氣。當然我也是比較幸運的那一批就趕上了一個紅利的一個尾巴期吧，純尾巴了。2014年那會兒，你看好多人就是玩這個微博的時候，他是靠着就是混口飯吃嘛，有飯吃就可以，沒有多大的要求，啥門道都不懂。結果呢，稀里糊塗的就踩上了互聯網和移動雙創的這個快車道。真的是快車道，智能手機開始普遍，非常的快，普遍的，所有人都沒有意識到你那一塊小小的屏幕裡面藏着有多大的機會。公眾號火了，滴滴打車出來了，今日頭條上線了，都在我們眼前，就這2年的事兒，數千億的市場就出現在了我們的眼皮子底下而我們呢，只能一臉懵逼的看着，喊着我操牛逼，我操厲害，眼睜睜的看着自己的手機，看着這一層機會從自己的身邊溜走，自己是啥也不知道。所以說這就是我講的經濟的一個週期和紅利的一個週期。機會從來都是一波接一波的，如果說你是現在才反應過來這件事，自己已經錯過了這麼多的機會，而且你也敢於承認和接受這個現實，確實是自己之前認知的不足或者自己錯過了這麼多的機會當然也別懊悔，別去拍大腿，沒有意義，因為老天爺對普通人的命運從來都是公平的。時間到了2026年，也就是第6次窗口期終於到來了，哪怕它是來的晚一點，但是對於咱們普通人而言，沒有遲到，終究還是到來了。我記得2025年我直播的時候，我跟大家講過一個非常重點的話，我不知道大家還記得沒有我是說超級個體未來一定是個人發展的一個大趨勢，也是普通人創業的唯一的趨勢。現在看來真讓我猜中了，普通人就是一人公司，一個人就可以做的項目，就這樣做。我從2012年到現在又是10幾年過去了舊的移動互聯網的這個時代的這個紅利早就已經被吃到頭了。大廠的員工真的是被裁員了一波又一波，這說明什麼？仔細思考一下，說明舊的賽道已經擠不動了，沒有油水了，賺不到錢了，必須開拓新的賽道，挖一個新的池塘，才有魚和水能進入這個池塘。還有一個核心的技術就是變量，就是 AI， 這個真的是太猛了。 AI 的技術的更新迭代不是我們想象的，之前你可能是比方說炒概念元宇宙，根本就不是能比的，元宇宙那就是纯画大餅， AI 卻是實打實的就是一個生產力的革命，能讓一個人在這一個時代之下活成一人公司，而且能賺錢的公司，不用場地，不用員工，超級個體，不用花大價錢去請這種員工或者說搞這種運營不需要，徹底打破了原有企業對這種資金鏈和這種現金流以及有團隊的這種老觀念，淘汰了一大批的人。還有你看咱們的這些經濟的大邏輯，以前你看我們是靠什麼？靠出口，再就是靠基建靠投資，
這3輛馬車是拉着我們走的，但是現在这個邏輯變了，這3架馬車不需要了，靠的是內需，要靠的是咱們普通人打造一個全新的新的商業的一個模式的閉環，讓人人都能夠參與，人人都能夠賺到錢。所以2026年的這次機會，我認為它本質上就是一個超級個體的一個時代的紅利，它門檻我感覺就是降的不能再降了，你有部手機就可以了，或者說你有張嘴能說就行了。不需要你有几百萬的啟动資金，不需要你有多大的场地，不需要你有几十個人的团隊，哪怕你的手裡就是比方說能拿得出一個出手的本事，它就可以了。这個本事什麼都行。我舉個例子哈，比方說你們會敲鍵盤，寫點東西，寫點小說 ，OK 沒問題。你會燒紅燒肉，燒得非常的嫩，而且肥而不膩，可以。燉排骨燉得非常好吃，加上菜也行。你會哄娃，一哄就睡覺，孩子也不鬧。你會帶孩子寫作業，非常自覺的去寫作業，甚至你會跟我唠嗑，你會教別人吵架，你會養狗養貓養得非常的漂亮，你會種花種草，而且種不死。我不管你會啥，只要你有一個自己非常拿手的一個東西，這就是機會。你要做的是把你這些本事和 AI 結合起來，用 AI 當成一個槓桿，做一個互聯網的自媒體的賬號，這就是一個機會。把你這個本事做成內容，做成產品，在互聯網上就擺個攤兒。這個邏輯非常好理解，你就把這理解成擺攤，就是做自媒體了。這就是一個普通人能夠創業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底層的核心邏輯，簡單到離譜，我只能講到這兒了。所以說我們普通人要做的是什麼？做的就是在一個新生態的一個超級鏈接裡邊，把自己一個小的本事，非常小的一個本事，通過 AI 和互聯網鏈接到有需求的那個人的手裡，讓他刷到。賺錢就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了。在這裡我必須跟大家掏心窩子的說幾句話前5次的機會，你哪怕錯過了1次、2次、3次，頂多是少賺點錢，日子該怎麼過怎麼過，無非就是勒緊褲腰帶而已。但這一次，如果你還像當年一樣看不清、不知道，對 AI、對超級個體、藝人公司看不上、瞧不起、跟不上、看不懂，那麼未來我感覺可能真的是無功可打，非常的嚴重。因為 AI 它不會直接給你搶飯碗，重要的是什麼？ AI 會利用 AI 的那一部分人，它不但不搶你的飯碗，會把你的鍋直接給你端走，讓你什麼都不剩。這根本就不是簡單的賺錢或者說不賺錢的這個機會問題了，是一個普通人在爭奪一個生存的一個權利，你能不能跟上時代，能不能不被淘汰的一個大事。所以說你別去再抱怨什麼大環境大機會都沒有了，別再抱怨什麼沒有機會，大環境從來都是弱者的牧民制，這個話你一定要理解清楚。對於強者來說，舊的牌打完了我就扔掉，輸贏無所謂，我洗好牌之後我重新再來再打，又是一個最好的機會。每一次的結束都是重新發牌的機会，人人都有可能摸到好牌的机会，人人都有摸到好牌的一種可能性。不要給自己定義，想要抓住这部机会，不用想太多，就做3件事，把你的認知拼命的給我提上來，別再守着那種的老觀念死活不放就是你讀再多的書，多學再多的新東西，都不如你把你的手和互聯網和自媒體 AI 鏈接起來。別再對那些 AI 一無所知了，各位，哪怕是你從簡單的學這種 AI 的工具開始，也比你原地不動要強得多呀。我真的是掏心窩子的說這句話了哈。既然趕上了這個風口，我感覺大家就是別再眼睜睜的從你的眼皮子底下去溜走，好吧？陌生人，祝你們越來越好。